江城大学100年校庆前夕，成峰集团捐款100亿，引起轰动。校庆当天，一辆黑色加长版迈巴赫缓缓驶来，校长带着系主任等人火急火燎冲到校门口迎接。车里下来2名男子，年长的西装儒雅，是成峰集团董事长助理方志华；另一位穿着休闲装，27、8岁，阳光帅气，正是成峰集团真正的董事长肖峰。他为人低调，从未在媒体前露过真容。王校长上前招呼：“方总，您可算来了。”方志华笑了笑，转头看向身旁男子：“肖总，咱们进去。”王校长一愣，心里疑惑，这个年轻人难道就是成峰集团真正的董事长？几人朝学校礼堂走去，刚到门口，一个长相甜美的小女孩从里面跑出来，看到萧峰后眼睛瞪大，冲过来拽住他的衣角。萧峰半蹲下来，表情温和：“小妹妹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小女孩小声说：“叔叔，你是我爸爸吗？”萧峰一怔，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：“我不是你爸爸，你认错人了。”小女孩摇头，眼神坚定：“我没认错，你就是我爸爸。”她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，递到萧峰面前：“你看，照片上就是我爸爸，他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”萧峰接过照片，心脏剧烈跳动，照片上正是5年前的自己，思绪被带回5年前那个雪夜。家业衰败，父母离世，他喝得烂醉，睡倒在路边，被一个路过的女生带回了暖和的地方。第二天醒来，到酒店前台询问，得知送他回来的人叫白洛西。后来他远渡重洋，在系统的帮助下，用5年时间建立起商业帝国成峰集团。今天是他5年来第一次回到故乡江城。默默很乖哦，一直都在等爸爸回来。小女孩强忍泪水，伸出4根白嫩的手指。我大名叫萧木，今年4岁。萧木，姓萧。默默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长发披肩、身穿GUCCI连衣裙的女人冲过来，穿过萧峰，径直走到小女孩身边。你怎么一个人乱跑？吓死妈妈了！刚才她正在礼堂和人谈生意，秘书叶青打来电话说萧木不见了，她立马出来找人。小女孩开心地拉着白洛西，用胖乎乎的手指指着萧峰。但是你看，我把爸爸给找着了。两人四目相交，一时无言。我想你可能认错人了，我们根本就没见过。白洛西冰冷地打断萧峰想说前4岁白洛西这几个词在萧峰脑海里疯狂运转。华叔，帮我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今天的校庆我不参加了，你替我出面。方志华郑重地点点头。老板在纽城那么多年，连暧昧对象都没有，一回国竟突然冒出个女儿，看他表情，这事十有8、9是真的。总，我说的事可要放在心上，想通了就给我打电话。他伸手想摸萧木的脑袋，被萧木一把推开。讨厌鬼，走开！我有爸爸，才不用你来当。萧木气得呲牙咧嘴。王磊脸色难看地放开车门，等车开远，他的手机响起，是丹堂的来电。单老，王磊态度顿时软下来。废话少说，你现在帮我去找一个人，成峰集团的董事长回来了，只要你帮我找到人，条件随便你开。王磊殷勤地应下，他来参加校庆也是冲着成峰集团的名头来。另一边，帝豪大酒店总统套房内，萧峰站在阳台向远处眺望，这里是故乡，有着让游子依恋的味道。方志华拿着文件夹进来。您交代的事我已经查清楚了。萧峰打开文件夹，第一份报告就是他和萧木的亲子鉴定，支持萧峰是萧木的生物学父亲。后面是白洛西的资料，26岁，白氏集团创始人白腾独生女，毕业于江城大学。白腾车祸丧生后，他接过重任，未婚先孕生下一女，至今无人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。白氏集团从内部腐烂，他拼尽全力也只是在苦苦支撑。华叔，去做一份白氏集团的报表给我。萧总，我已经提前做好。方志华打开笔记本电脑递过去，萧峰浏览一番，眼里露出欣赏的神色。白洛西能把濒临破产的白氏集团发展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，只是遇上时局不对，资金紧张，若不是如此，他肯定能逆风翻盘。华叔，帮我告诉他，成峰集团有意愿跟白氏集团合作，其他的事你知道怎么做。东湖别墅，萧木抱着玩偶进入梦乡，白洛西站在窗边泪珠滚落。5年前父亲去世，他接过经营白氏集团的重任。那个雪夜万念俱灰的他在酒吧买醉，回家时遇见躺在路上的萧峰，两人都喝多了，发生了那样的事。查出怀孕后，他不顾所有人劝阻，坚持生下孩子。如今白氏集团资金链断裂，不出半个月，所有项目都会停摆。唯一愿意合作的只有王磊的30集团，前提是她要嫁给王磊。白洛西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是个陌生号码。您好，白小姐，我是方志华，成峰集团董事长助理。听说白氏集团最近有拉投资的打算，方便细聊吗？白洛西脸上只剩下诧异，成峰集团有意跟自己合作，当然方便，时间您来定。那明天上午10点，白氏集团见。挂断电话后，白洛西激动地握紧双拳，这下白氏集团有救了。第二天下午5点，海星幼儿园，萧木乖乖站在队伍中，等所有小朋友都走光了，也没听到有人喊他。他背起小书包，转身回教室坐着，拿着画笔涂鸦。木木，门外传来萧峰的声音：“爸爸！”萧木开心地冲出去，紧紧抱住萧峰：“爸爸带你去玩，好吗？”“好啊！”萧木脸上绽放出大大的笑容，又想起什么：“
等一下，我书包忘记拿了，爸爸，你等我一下，很快的。他一步三回头的往教室跑去，生怕萧峰突然消失。萧峰看着女儿患得患失的模样，心里满是自责。他想象不到白洛西一个女人是扛着怎么样的压力把孩子抚养长大的，自己亏欠他们母女俩的太多了。宝马七系后座上，白洛西觉得今天发生的事太不可思议了。早上10点，他和方志华用了不到10分钟就谈成了合作，只要再约时间正式签约就能播。她给闺蜜赵梦打电话，梦姐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成峰集团愿意跟我合作，公司终于有救了。对了，你去接木木了吗？没有啊，今天不是你去接木木吗？完了，我忙晕头了。白洛西脸色发白，连忙叫叶青掉头去幼儿园。到幼儿园才得知，孩子已经被爸爸接走了。白洛西心里五味杂陈，萧峰已经知道萧木是他亲生女儿，而且两人已经相认了。这时，奶乎乎的萧木骑在萧峰肩上，手里拿着黄色小风车，满脸幸福满足。好玩吗？好玩。木木，萧峰沉思后开口。萧峰把他抱进怀里，看着他的眼睛认真说：“谢谢你认出爸爸。”萧木紧紧攥着萧峰的胳膊，小声抽泣。其实我每天睡前都要看爸爸的照片，我就知道爸爸你肯定会回来的。哭了许久，他抬眸望着萧峰，哽咽道：“爸爸，你还会走吗？”爸爸不走，爸爸永远陪着木木，好吗？真的吗？萧木眼睛顿时亮起来。真的。那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，变了就是大乌龟。父女俩你一句我一句，氛围变得欢乐起来。糟糕，忘记跟妈妈报备了。萧木懊恼地说着，萧峰便把手机递给他。你记得妈妈的号码吗？给她打一个吧。萧木接过手机，拨通电话。喂，妈妈，我是木木，今天是爸爸来接我放学，木木好高兴啊。好，妈妈别担心，我很乖的。妈妈拜拜。挂掉电话后，萧木开心地拉着萧峰的大手，开始商量接下来去哪玩。电话那头的白洛西瘫坐在车座上，她能从萧木的声音中感受到女儿的开心，只是她心里很乱，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接下来的事情。爸爸，你能带我去游乐园玩吗？当然可以。长隆乐园的各个角落都留下了父女俩欢乐的打闹声。夕阳落下，萧峰才恋恋不舍地抱着萧木走出游乐园。一辆林肯加长椅在门口恭候多时，司机是萧峰在纽城时的私人司机徐锦。爸爸，我把车搞脏了。萧木瘪着嘴巴，傻瓜，没事，擦干净就好。萧峰先帮萧木擦干净小手，才去收拾弄脏的车座。徐杰透过车窗看到这一幕，难以置信，老板还有这么柔情似水的一面。萧总，这个孩子是……萧峰自豪地抱起萧木，你说呢？两张无比相似的脸挨在一起，徐杰瞳孔放大。她是您的女儿。萧峰肯定地点点头。东湖别墅内，白洛西毫无食欲地摆弄碗里的餐食，一旁的赵梦气得鼻孔冒烟。小希，那可是你女儿，你就放心让她和那个渣男在一块。他是孩子的爸爸，不会。都过去5年了，他这会儿才想起要当个好爸爸，孩子养大了想捡现成的。白洛西第一次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完整讲给赵梦听。赵梦愣了很久，原来是自己冤枉他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木木已经知道他是自己爸爸了吗？知道了，是木木先认出他的。什么？你为什么要给木木看他的照片？那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我们就在这里干坐着，等他把木木从我们身边带走吗？赵梦拍桌而起，萧木是自己看着长大的，早就当成自己女儿看待了。带走白洛西涣散的瞳孔里燃起新的气焰。他越想越慌张，拿出手机准备回拨电话，那个号码却重新出现在屏幕上。妈妈，我是木木，爸爸现在送我回来，还有10分钟就到。好，妈妈去楼下接你。白洛西一路小跑到别墅门口，没多久就看见远处走来的父女俩。萧木骑在萧峰脖子上，笑呵呵地玩着风车。妈妈，萧木一眼就看见白洛西，萧峰小心地把她抱下来放在地上，小丫头张开双手笑着朝白洛西跑去。今天麻烦你了。白洛西客套道。客气什么？木木也是我的女儿。萧峰慈爱地摸着萧木的小脸蛋。我听木木说你平时很忙，以后要不要换我来接木木？不用了，我能顾得来。白洛西毫不犹豫地拒绝，转身准备离开。萧木趴在白洛西肩上，冲萧峰做飞吻。爸爸再见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哦。不会的，放心吧。才相处1天，父女关系就亲近了不少。等走到看不到萧峰的地方，白洛西才放心地把女儿放下。木木，你们刚刚说的约定是什么？嘿嘿，爸爸说他周末有空要带我去动物园玩，那里有可爱的大熊猫，还有鼻子长长的大象。白洛西想叫萧木不要去，但看着女儿期盼的表情，实在不忍心剥夺她的快乐。第二天一早，萧峰去健身房锻炼后回到套房，穿上没有名牌 logo 的格子西装去楼下用餐。餐吧内，他刚坐下，一个穿白貂皮裙的长腿美女走过来。请问我可以坐在这里吗？不可以，我不喜欢和陌生人一起用餐。美女直接坐到对面。那今天认识一下不就好了？萧峰直接起身坐到别的位置上，美女气得在原地直跺脚。
酒店角落里，赵梦正和朋友吃自助餐，看到这一幕忍不住说：“你看，这个男的也太装了吧！可是男生也有选择的权利啊。朋友张婷往嘴里塞蛋糕，赵梦摇头的瞬间，眼球被什么吸引住了，她盯着萧峰身上的衣服。你看什么呢？他穿的应该是 Regal Closet， 私家定制，专门为欧洲王室定制服装的品牌。能让他家定制衣服的人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光有钱可不行。赵梦一个箭步冲到萧峰面前，先生，能打扰你几分钟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对你没兴趣。萧峰语气冰冷。我想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来搭讪的。请问你身上穿的是 Regal Closet 吗？你认识？萧峰挑眉。我是时尚杂志的主编，你这套衣服纹理、质感都很与众不同，除了 Regal Closet， 没有其他家能做出这种品质。先生，您愿意来我们杂志社拍一组照片吗？不了，我还有事。萧峰转身就走，赵梦连忙追上去。先生，我不会白嫖的，条件都好说。你看我像是缺钱的人吗？萧峰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衣服，赵梦被怼得哑口无言，傻愣愣地站在原地。电梯到达楼层，提示音响起，他才冲过去拦住电梯门，递上名片。假如你改变主意，请一定要联系我。萧峰顺手接下名片，电梯门缓缓关上。回到套房，萧峰处理公司事务。中午，方志华来敲门。萧总，江城招商的负责人已经到了。包间内，众人对成峰集团董事长充满好奇。当萧峰走进来，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。诸位久等了，这位便是我们成峰集团的董事长萧峰。众人震惊，怎么也想不到成峰集团董事长这么年轻。长者周卫带头鼓起掌来，好，好，好，真是年轻有为。众人纷纷恭维，萧峰淡定的没有开口。周卫举着酒杯来到他面前自我介绍，萧峰起身握手。觥筹交错间，萧峰和周卫聊起成峰集团在江城的投资计划。宏大的启动计划和大胆的设计方案让周卫不断拍手称快。当晚，成峰集团将在江城投资的新闻出现在各大头版头条，整个江城商界沸。哦，是爸爸。萧木刚下车就看见萧峰开心的跑过去。跑慢点。萧峰抱住朝他跑来的女儿。白洛西有些恍惚，记不清萧峰是刚回来还是一直都在。妈妈，你快过来呀！萧木用胖乎乎的小手招手，萧峰也挥手微笑，两人一人拉一边女儿的手。哎呀，木木感觉自己好幸福啊！萧木笑嘻嘻地说：“真是不好意思，临时说要来，这个动物园的门票很不好抢，给你添麻烦了吧？”白洛西抱歉道：“不会，只要能让木木高兴，什么都不麻烦。”一家三口走在路上，颜值爆表，吸引了不少人注意。哇，是长颈鹿，大象真的好大！爸爸妈妈，我可以喂小兔子吗？萧木开心地在动物园里穿梭。辛苦你了，一个人带大孩子。萧峰说。什么？白洛西回过头，脸上带着没有防备的笑意。萧峰看了看手表，说：“没什么，时间不早了，该去吃饭了吧？”是啊，都这个点了。啊，这么快，我还想玩呢。萧木难得耍起小脾气，他只是不想萧峰这么快离开。木木乖，爸爸带你去吃好吃的。真的吗？那我要吃披萨、大薯条。萧木开心地蹦跶，又看出白洛西表情不悦，改口道：“要是妈妈不同意就算了，木木吃什么都可以。今天特例，去吃吧。”萧峰笑着说。太好了！萧木高兴地跳起来，跑进车里，系好安全带。白洛西无奈摇头：“你会把他宠坏的。”到了必胜客，萧木闻到油炸食物的香味，露出小馋猫模样。白洛西的秘书叶青突然打来电话，公司那些蛀虫偷偷召开会议，想要罢免他这个董事长。白洛西虽然气愤，但不慌张，他手上有51%的股份，有绝对的话语权。公司出了点事，我要回去一趟，你能不能帮我看会儿木木？当然可以。要不你带着木木一起去公司等我吧，估计不会很久的。也行。白氏集团地下停车场，萧峰抱着孩子和白洛西并排走着，员工们纷纷侧目议论，难道这就是白总那个神秘老公？白总，这边。秘书叶青在董事长办公室门口着急迎接。你带着木木在这休息会儿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妈妈，快去快回哦，晚了披萨就凉了。萧木鬼灵精地说。会议室内，白洛西一进去气氛就不对，他一出现，这些人就不讲话了。现在我们白氏集团都这么没规矩了吗？开会竟然都不带上我这个董事长。白洛西拉开椅子坐下。50多岁的第二大股东金大山开口：“既然白总都来了，那咱们也没什么好隐瞒的。我们10几个股东一致认为你不再适合做我们白氏集团的董事长。”第三大股东林虎威也站起来：“少在这装模作样！你未婚先孕，把我们白氏集团的名声都搞臭了，还有什么脸面继续当董事长？”白洛西冷哼一声：“你们怕是忘了，我手上有白家51%的股份，才是公司最大的股东。你们说的根本没有意义。”金大山和林虎威相视一笑：“白洛西，那51%的股份真的都是你的吗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其中有10%是别人的吧？”
白洛西只有41%的股份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，剩下10%是叔叔口头承诺转给他的。金大山打了个响指，40出头的胡秋红走进会议室，白洛西的婶婶。哼，我要是再不来，这白氏集团还不知道要被你糟蹋成什么样子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这次过来就是要收回你叔叔的股份，你就别再惦记这董事长的位置了。白洛西双眸微红。胡女士，口头遗嘱也是受法律保护的，你没法拿回叔叔的股份。胡秋红看向金大山救助，金大山怒拍桌子：“你有录音吗？谁能给你作证？”“是啊，谁能给你作证？你就是想钱想疯了。”胡秋红指着白洛西的鼻子骂。白洛西气得浑身发抖。好，既然你说我是瞎编的，那财产继承手续你办了吗？没有的话，我现在依然是公司最大的股东，我宣布你们的弹劾无效。说完，他转身要走，胡秋红冲过去想拉扯他，200斤的身材白洛西哪里是对手？会议室大门被人一脚踹开，萧峰抱着孩子从外面走进来，怒目而视。还不松开！胡秋红被他瞪得心底直发慌，默默松开手。金大山见状嘲讽道：“胡大姐，你这话可说错了，没看见人家抱着白总的千金吗？很明显，这是白总给他女儿找的新爸爸呀！”都给我闭嘴！下停车场，白洛西平复完情绪。真是抱歉，让你看笑话了。该说抱歉的人是我，都是因为我，你才过得这么苦。不是的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再说你那时也不知道我会怀孕。他越说声音越小，低下头发现萧峰还拉着自己的手，脸上迅速浮现2朵红云。爸爸妈妈，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睡着了？哦，原来你们在偷偷谈恋爱呀！太好了，爸爸，你是不是马上就要搬回家里住了？胡说什么呢？白洛西用力将手抽回。哎呀，妈妈害羞了。萧木调皮的吐舌头，凑到萧峰耳边小声说：“爸爸加油，我看好你哦。”古灵精怪。萧峰摸摸女儿的小脑袋，看了眼白洛西，发现她也正看着自己。玩了一天，木木也该回去休息了。行，那你们先走吧。小丫头瞟了眼萧峰，眼里满是不舍。可是我还想和爸爸在一起玩呢。傻瓜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萧木这才重新展开笑颜。那爸爸再见。母女俩走后，林肯家常停在萧峰身边。方志华把合作方案呈上。这事先放一放。萧峰平静地说。方志华觉察出不对劲。萧总，是出什么事了吗？那群老狐狸眼馋白洛西的位置，想取而代之。萧峰咬着后槽牙说：“要着他们不要明说拒绝，把那些股东的资料都给我一份。”方志华马上收起资料，回到套房。萧峰看着资料说：“挨个打电话，告诉他们，我们愿意用10万一股收购他们手里的股份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如果他们拒绝，那再好不过了。”萧峰冷笑一声便走了。清晨，金大山被电话吵醒：“喂，谁呀？我是愿意出190万收购你手里股份的人。”“什么？你有病吧？190万，狗都不卖！”金大山挂断电话。另一边，方志华找到胡秋红的资料，拨通电话：“我愿意用100万收购你在白氏集团的全部股份。”“呸！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”胡秋红骂完，把号码拉进黑名单。方志华挨个把股东电话打了个遍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出售。萧总，电话都打完了，没有人要卖。辛苦了，等他们破产，再用1万一股收购他们的股份。第二天，东湖别墅。木木，起床了。白洛西发现萧木额头滚烫。妈妈，我能不能不去幼儿园？木木可以自己打电话给爸爸，叫他带我去医院。萧木坐起身子，懂事地说。白洛西犹豫不决时，萧木已经给萧峰打去电话。喂，爸爸，木木今天有点不舒服，你能来看我吗？木木，你怎么了？妈妈在旁边吗？萧木说了2句，把电话转交给白洛西。白洛西犹豫片刻，真不好意思，木木自己打电话过去的。没事，我能过去。你发一下地址，我现在就出发。15分钟后，萧峰按响门铃。辛苦你跑一趟了。白洛西递上拖鞋。应该的，你快去忙你的吧。行，那我走了。木木拜拜，要听话啊。知道啦，妈妈拜拜。等白洛西一走，小丫头在被窝里忍不住笑出声。萧峰顺着被子往里摸，摸到一个热水袋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萧木钻出来吐吐舌头。爸爸，对不起，木木就是想爸爸了，想让爸爸来家里陪我。萧峰笑着将女儿抱进怀里。傻瓜，不用说对不起，是爸爸不好，陪你的时间不够，以后加倍补偿好吗？爸爸最好了，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。萧木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。萧峰内心感慨，相处不过几日，小丫头竟如此信任他。傻瓜，下次想爸爸了就直说，不要再像这次这样喽。木木知道啦。那现在妈妈走了，我们去哪儿好呢？我想看小企鹅、白海豚，还有海豹。萧木兴奋地跳下床，学着企鹅走路。萧峰被逗得哈哈大笑。爸爸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少拍马屁，快起来吃饭。吃完我们就去海洋公园。
好耶！爸爸万岁！海洋公园，哇，企鹅，爸爸，我们快来和企鹅拍照。茄子，萧木扯着萧峰的衣角撒娇。好呀，一对多事的小情侣忍不住说教。真是搞笑，小姑娘，你当这是哪儿啊？猫咖狗咖吗？随便花点钱就能喂流浪猫、流浪狗了。萧木的脸迅速皱巴到一块。相信爸爸吗？萧峰牵起女儿的手。相信。那就擦擦眼泪，咱们去喂企鹅。萧峰抱起女儿朝企鹅馆员工通道走去。萧总，您来了。园区值班经理刘海涛赶忙出来接待。我女儿想喂企鹅。好的好的，这边请。父女俩换好防护服，顺利喂到企鹅。萧木露出灿烂笑容。那对小情侣气不过找负责人投诉他们攀关系走后门。他们没有走后门，因为萧总本人就是后门。我们整个海洋公园都是受他的照顾才得以继续运营下去。如果您愿意每年投资500万，您也可以享受这个待遇。那对小情侣顿时傻眼了，灰溜溜的离开。爸爸，快看，那是海豹！哇，它竟然会拍手，还能顶皮球！萧木从企鹅馆出来，又看了很多海洋动物，直到看到海豚，他的新宠诞生。爸爸，海豚也太可爱了吧！要是我也能养一只就好了。萧峰笑了起来。那有什么问题？咱们认养一只不就好了？到时候你可以给它起名字，也能来这里跟它玩。真的吗？爸爸万岁！萧木在萧峰脸上狠狠亲上几口。尤经理，这事今天能落实吗？当然，不过要麻烦您来办公室一趟，需要签些协议。那我们走吧。好的，爸爸。认养手续办好后，萧木给海豚起名软糖，还跟软糖脸贴着脸拍了张大合照。从海洋公园出来，萧木抱着周边产品爱不释手。爸爸，咱们什么时候再来呀？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。电话响了，是白洛西打来的。喂，木木怎么样啊？去医院了吗？萧峰按了眼皮，小丫头瞬间不安，可怜巴巴地看着萧峰。萧峰忍住笑意，没事，烧都退了。我现在正带着他在外面吃东西，一会儿就回去。那就好。你们在哪儿？我去找你们吧。行，你来吧。我和木木在万达广场。挂断电话，小丫头拍着胸脯大喘气。吓死我了！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撒谎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，爸爸最好了。行了，下不为例，咱们去儿童乐园边玩边等妈妈吧。萧木一扫阴霾，冲进充气城堡，一口气爬到最高点再溜下来。旁边的中年宝妈们纷纷羡慕，人长得帅还带的一手好娃。白洛西从商场电梯间出现，萧木一眼就看见。妈妈！白洛西快步朝站在充气城堡下的萧峰走去。妈妈，你工作辛苦了，让木木好好奖励你几个大 kiss 吧。小丫头捧起白洛西的脸，连亲好几口。谢谢木木宝贝，妈妈现在又充满电了。妈妈，你今天有没有想木木呀？当然想了。那妈妈有没有想爸爸呀？你这孩子又胡说八道。白洛西假装教训他。小丫头握紧小拳头放在下巴做可怜巴巴的求饶状，萌到起飞。我们回去吧，烧刚退，别又着凉了。白洛西抱起女儿。还是我来吧，你穿着高跟鞋抱孩子不方便。白洛西脸上露出感动的神色，萧峰这么细心。谢谢。他嘴角勾勒出幸福的弧度。爸爸，咱们出发吧。小丫头环住萧峰的脖子，另一只手指挥方向。路过大门时，萧木被娃娃机吸引，里面有一只快赶上他高的超大型泰迪熊。好可爱呀！想玩吗？超响，超级无敌霹雳响！萧峰去前台买币，3分钟后端着满满一筐游戏金币走来。怎么买那么多？木木想玩，就让他玩尽兴吧。你真是要把他惯坏了。我只是让他开心，一辈子都无忧无虑不好吗？这话说进白洛西心坎里。爸爸，快来，我们就抓这只泰迪熊，其他的都不要。小丫头早就在娃娃机前站了，投币转动操纵杆移动剪子，100个金币没剩多少。小丫头越来越沮丧。最后一枚金币时，萧木搬救兵。妈妈，你帮木木夹吧。白洛西慌乱地把金币投进机器，距离泰迪熊还有一定距离。倒计时最后5秒，一只温暖的大手覆盖住他放在把杆上的手。剪刀准确无误地将挂着泰迪熊的绳子剪断，玩偶落到洞口。哇塞，我们成功了！小丫头蹲下身子，把泰迪熊抱在怀里。真厉害！萧峰比了个大拇指。白洛西害羞地低下头。多亏有你，我一个人不行。别那么谦虚，我刚才也试了几把都没抓到，你一上手就成功，这说明你运气好，是个福星。白洛西愣了愣，还从来没有人这么夸过自己呢。妈妈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比赛开始，父女俩玩得很投入，白洛西在一旁看着，有些出神。小丫头抱着泰迪熊笑道。萧峰直接刷爆游戏机的最高纪录，奖励券像瀑布似的堆到白洛西脚边。哦，没什么。耶，我们赢了！妈妈，我现在不想回家，还想再玩一会儿。小丫头挥舞胜利的小拳头。这不好吧？你爸爸他或许还有事要忙呢。萧峰把她抱下车。我不忙，木木想玩什么？
妈妈，这个好好玩，你也来玩一局吧。去游戏城吧，木木还从来没有去过那里。算了，妈妈不会。游戏城内热闹非凡，小丫头拉着萧峰的手直接来到成人区，要玩模拟赛车摩托车。哎呀，就玩一局嘛。萧峰跨步上去，再把小丫头抱起放在身前。很简单的，我教你。萧峰帮着女儿一起劝，白洛西禁不住劝其上摩托车。萧峰耐心讲解，投币开始游戏。白洛西手忙脚乱，旁边的选手都冲出起跑线了，他还没启动车子，怎么弄啊？白洛西无辜地向萧峰求救。先用右手拧油门，车子终于发动，急转弯时，白洛西来不及刹车，直接撞了上去。萧峰来到他身后，双手放在他肩上，白洛西吓得身子僵住，手上的动作却完全跟着萧峰的指令行事。追上啦，追上啦！妈妈加油，马上就能拿第一了！小丫头的尖叫声让白洛西如梦初醒。轻踩刹车，侧身，好，就是现在，给油，直接拧到最低。白洛西逆风翻盘拿下第1名。妈妈好棒啊，跟我们一样是第1名。萧木激动地抱住白洛西，白洛西感觉到肩上的大手挪开，萧峰笑脸盈盈地看着他准备击掌，两人掌心碰在一起，温热从手掌传达到心房。妈妈，你的脸怎么那么红呀？小丫头凑到跟前，妈妈玩游戏玩得太激动了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哦，真的吗？萧木凑近问第2遍。当然是真的，你欠扁啊，一直问。白洛西心虚的假装要敲萧木脑袋。爸爸救我！小丫头灵巧地躲到萧峰身后，一家3口玩起老鹰抓小鸡，白洛西追不上他们的速度。哼，不跟你们玩了，我自己去玩那个打地鼠。妈妈，小气鬼，等等我！小丫头拉着萧峰的手追了上去。晚上9点，3人在不知不觉中玩到这个时间。木木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好吧。小丫头乖巧点头。萧峰送他们到停车场。你今天在公司还顺利吗？就那样吧，我觉得老和那群无赖纠缠也没什么意思，所以干脆把投资方的资料给他们，让他们去对接。舍弃白氏集团对他来说十分艰难，但他一个人又能怎么样呢？木木，说再见吧。哦，爸爸再见。木木再见。分别后，萧峰上车给方志华打电话。华叔，最近不要理会白氏集团的任何消息。好的，萧总。淮安路28号的老房子收购情况如何？抱歉，萧总，目前还没有谈下来，对方开出比市场价高3倍的价格，还是不为所动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郊区别墅，萧木拿出和海豚合影的照片跟白洛西分享。妈妈，你看，这是木木的海豚，叫做软糖。这不是海洋公园的海豚吗？怎么说是木木的？嘿嘿，因为爸爸帮我办了认养手续，所以木木就能给软糖起名字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下次带妈妈一起去看你的软糖好吗？好呀。确认萧木体温正常后，白洛西让他去洗澡睡觉。萧木刚躺上床就呼呼大睡，白洛西却毫无睡意，起身拿出手机，赵梦发来消息说要过来。白洛西挑了一瓶红酒醒发，他知道赵梦来了肯定会找酒喝。赵梦按密码锁进来，把嗓门压到最低。怎么了这是？杂志社又出事了？不是，杂志社有困难，又不是1天2天的事儿，我就是悔恨呗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是有办法让杂志社转危为安的。前几天在酒店碰到一个穿着 Regal Closet 定制西装的男人，衣品好，身材、颜值、气质样样出众。要是他能同意让我给他拍一组照片登在我们杂志封面上，我们杂志社一定能惊艳4座。可是他没同意。Regal Closet 是什么？ Regal Closet 就是王室衣橱，能穿他家衣服的人，不是欧洲皇室，就是社会顶尖的名流。总之就是很厉害，很罕见。那他拒绝你也是很正常的吗？算了，不谈这事了，说说你吧。白洛西把公司那群无赖的所作所为告诉赵梦。混蛋，他们还要不要脸啊？赵梦气得拍桌。小点声。白洛西转头看了眼萧木的房间。哎，那个木木爸爸现在是啥情况？没再出现了吧？今天又见面了。啊，不是，小西，你怎么那么心软啊？到时他把孩子抢走，我看你怎么办？他不会的，我看得出来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白洛西把这几天和萧峰的相处讲述了一遍。他直接冲进来把你给救出去了，这个举动还挺慢嘛。不对，小西，你可要打起精神。知道了，啰嗦。赵梦突然警觉。小西，你是不是有点喜欢他？白洛西先是一愣，随后摇头否认。怎么会呢？我先去上个厕所。赵梦无奈摇头，拿出手机刷微博，看到一个有趣的标题：有人花100万给女儿认养海豚。白洛西回来，赵梦把手机递过去。你快来看，有人花100万给女儿认养了一只海豚，这是什么霸总奶爸啊？白洛西接过手机，越看越觉得耳熟。江城、海洋公园、软糖，所有的条件全都吻合。热榜上的有钱人好爸爸就是萧峰。白洛西看得怔怔出神，手机都有点抓不稳了。
第二天早上，白洛西收到海星幼儿园临时放假3天的通知，她抱紧身边软乎乎的肖木，安心睡回笼觉。太阳晒屁股才起床。妈妈大懒虫还在睡觉。小丫头用胖嘟嘟的小手戳戳白洛西的脸颊，素颜的白洛西依旧非常漂亮，皮肤白皙娇嫩，仿佛能掐出水。木木，幼儿园要放假3天，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啊？小丫头屁颠屁颠地拖出积沉的滑雪板。妈妈，带木木去滑雪吧，这个滑雪板买回来这么久都还没用过。行啊，那我们就去滑雪。太棒喽，那爸爸也去吗？你可以打电话问问。木木马上就打给爸爸。小丫头开心地接过手机，拨给肖峰。爸爸，我是木木，我和妈妈准备去滑雪，你要一起来吗？好哦，爸爸再见。小丫头跑到白洛西跟前。妈妈，爸爸说他马上就到，叫我们一会儿直接下楼，不用开车。10分钟后，一辆埃尔法停在东湖别墅门口，肖峰特地换了辆更舒适的商务车。爸爸，这车座位好大啊，都可以坐下2个木木，坐下还很软呢，跟躺在棉花糖上一样。傻瓜，先把安全带系好。要看动画片吗？我要看海底小纵队。肖木乖乖坐好看动画片，徐杰在前排开车，心里激动不已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，能给肖总生下一个孩子？看到白洛西的第一眼，徐杰便心服口服。天仙下凡，优雅高贵，让人有种不敢亵渎之感，又偏偏谦逊有礼。只有这样的女人才配得上萧峰。第2排车座，白洛西侧身看向萧峰。你昨天在海洋公园帮木木认养海豚的事，被人发到网上上热搜了。是吗？我都不知道。谢谢你。木木昨天玩得很开心，不过你以后不要再这么做了，花100万买孩子的开心不值当。谁说的？只要你们开心，花多少都值得。白洛西眼睛里闪过一丝感动。我也包括在其中吗？白氏集团会议室内，金大山得意洋洋地坐在白洛西曾经的位置上。合作方那边来消息没？是不是该签合同了？金总，投资方那边一直推脱，说合同的细节还没确定，要晚一点才能回复。还没确定？这怎么可能？那天白洛西不是和他们口头商量的差不多了吗？金大山愤怒拍桌。是啊，你快再去催催，他们能拖得起，我们可拖不起，公司的资金马上就要断了。林虎威更为焦急。金哥，这资金再不到账，公司很多项目都要停摆了。你先坐下，别晃得我心烦。哎呀，资金都没到账，我这屁股怎么坐得下？股东们七嘴八舌，会议室乱成一锅粥。行了，都别吵了。金大山一声怒后，会议室鸦雀无声。相信我吧，投资这事儿假不了。白洛西比谁都更希望白氏集团能恢复正常运作。另一边，萧峰带着白洛西母女开启度假模式，前往魔都的豪华滑雪度假村。你好，我想订2个房间。白洛西抢先来到大堂。小姐，我们这边不接受现场订房，所有房间都要提前在网上预约。可是我们坐了很久的车过来的，你能不能通融通融？不好意思，这是公司的决定。一个戴金丝眼镜的男人从电梯走出来，度假村员工纷纷停下脚步打招呼。杜总好。杜江目光扫视，看到萧峰后一路小跑过去。萧总，您到了。你能帮我们安排一下房间吗？当然，听说您要来，我已经把最好的总统套房给您预留好，请跟我来吧。杜江招呼员工帮徐杰搬行李，卑躬屈膝的样子让员工震惊了。他们还是第一次见杜江对客人这么上心。你也在这里住吧，费用都算我的，放心吃喝，有事我再叫你。好吧，谢谢萧总。徐杰心里感慨，萧峰回到江城，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。难道这就是家庭和爱情给他注入的新鲜养分？我们走吧。萧峰转头看向白洛西，白洛西跟在他身边，忍不住看向他的侧脸，想到这里的总经理对萧峰这么尊敬，这家滑雪度假村可是全国数1数2的度假胜地。萧总，房间到了。杜江刷开房门，恭敬地将房卡双手奉上。我这家度假村的股份，所以他才会对我这么尊敬。2年前，萧峰就有意将商业重心往国内转移，在国内创建了投资公司。这家滑雪度假村每年能给他带来天文数字的收益。拥有这里的股份，白洛西一惊，这家度假村光是建造成本就上亿，萧峰拥有的股份肯定不会少。5年前父母去世，公司破产，他继承的只有一身债务，现在却做出了这番成绩。爸爸，这里的水怎么冒着热气啊？萧木跑到温泉边上，好奇地问。因为这里面是热水啊。可是妈妈说水嘟嘟咕嘟，冒热气不能碰，碰了会被烫伤的。我们要是进去不会被煮熟吧？萧峰哭笑不得，蹲下身子耐心解释温泉是怎么形成的。萧木很快明白，乖乖去换衣服。3人换好厚厚的滑雪服，来到滑雪场。萧木的运动细胞跟萧峰一样出色，很快就能控制重心慢慢滑起来。白洛西刚拿出手机给萧木拍照，脚下的踏板就不受控制滑下去，吓得花容失色。爸爸，快去救妈妈！萧峰踩下滑板冲过去，一双有力的大手出现在白洛西腰间。他猛地睁眼，看到萧峰那张刀削般的帅气脸庞，心头升起浓浓的安全感。抬高重心，将脚分开，用双脚的内侧边缘卡住雪面刹车。
萧峰温柔的声音出现在耳边。在萧峰搀扶下，白洛西终于将滑板停下来。哇塞，爸爸好帅！萧木激动的鼓掌，白洛西惊魂未定，抬头看向萧峰。谢谢。谢什么？我来教你怎么滑。可是木木，别担心，木木已经会滑了，妈妈快点学，等下来跟木木比赛。萧木扮了个鬼脸滑出去。在萧峰耐心教导下，白洛西终于可以独自在新手雪道上滑行了。他知道在自己有危险的时候，萧峰一定会出现，这种久违的安全感让他那颗充满荆棘的心渐渐放下防备。回到总统套房，萧木拎着雪地靴，一脸骄傲地看着白洛西。妈妈，你最后还是输了哦。你干嘛跟妈妈比呀？妈妈笨，你应该去跟爸爸比。因为我比不过爸爸。你这个小狐狸还知道欺软怕硬。好了，快去换衣服，我们等下泡温泉。白洛西脸上的笑意瞬间凝固，等下自己要跟萧峰一起泡温泉，这会不会有点不太合适啊？萧峰察觉他的异样。洛西，怎么了？没事。白洛西快步跟上萧木。萧峰回到卧室洗了个澡，换上短裤照了照镜子，1.82米的身高，俊朗脸庞，8块腹肌。推开门，穿着小黄鸭泳衣的萧木走出来，后面是穿着白色连体泳衣、化着淡妆的白洛西。她双腿修长，肌肤白皙，连体泳衣将身前的饱满紧紧包裹住，湿漉漉的头发盘旋在头顶，脸颊上挂着几滴水珠。萧峰忍不住愣了一下，白洛西感受到他炙热的目光，脸上浮现2朵红云，赶忙转身朝温泉池子走去。爸爸妈妈已经走了。萧木小脸满是鄙视。温泉池内，萧木穿着小黄鸭泳衣游来游去，白洛西坐在池子边，把脖子下的身体全藏在温泉里，只露出脑袋。萧峰拿出2把水枪跟萧木玩枪战，萧木假装被打中眼睛，萧峰着急跑过去，小丫头却从水里拿起水枪对萧峰连打几下，又调转方向对白洛西一顿猛射。萧木，你太过分了！白洛西夺过萧峰手里的水枪，开启母女大战。白洛西取得胜利，曼妙的身材曲线完全暴露在空气中，俏脸在温泉水汽作用下格外红润，透着丝丝媚态。萧峰忍不住咽了下口水，白洛西发现他正盯着自己看，俏脸一红，整理泳衣，重新把身体藏进水里。泡完温泉洗漱后，萧峰回房间处理业务。玩了一天的萧木沾枕头就睡，白洛西躺在床上辗转反侧。他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对萧峰产生好感了，但又害怕会失去这一切。3天后，萧峰3人动身回江城。妈妈，你在想什么呢？萧木见他魂不守舍。没什么。等下你去幼儿园要乖乖听话，知道吗？知道啦。送完萧木，白洛西习惯性想回公司，才发现手上的事早就交出去了。他拿出手机给赵梦发微信。有空吗？我去找你，自带红酒。有空是有空，但是你怎么了？没事，等下见面聊。帝豪大酒店总统套房办公室内，方倩穿着包臀裙，身材高挑，向萧峰汇报公司今年情况。萧峰翻阅一遍，满意点头。倩姐，你今年做得不错。方倩扶了扶眼镜，又拿出另一份文件递过来。萧峰刚准备翻阅，手机响了，白洛西来电说木木在幼儿园跟人打架了。萧峰猛地站起身，脸色阴沉。好的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挂断电话，直接离开办公室，留下方志华父女愣在原地。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应该是老板女儿出事了。这件事说来话长，前段时间老板参加校友会，遇到一个小女孩跑过来喊他爸爸，老板当时就懵了，没想到这小孩还真是他亲生女儿。方倩惊得合不拢嘴，这也太巧了，小说也不敢这样写吧？白洛西一路狂飙到海星幼儿园，看到萧木没有受伤才松了口气。小男孩李浩正在呜呜哭，萧木表情倔强，像个小刺猬似的。木木，白洛西喊了一声，小丫头别住嘴巴，扑进白洛西怀里，小声抽泣。这时，一对中年夫妻焦急跑过来，看到小男孩鬼哭狼嚎的样子，中年女人怒了：“宝，你怎么了？到底是哪个混账东西敢欺负我们家儿子？”乖儿子别怕，告诉爸爸到底是谁欺负你了。小男孩狠狠地盯着萧木，白洛西2道峨眉皱起。王红老师解释：“刚才自由活动，我去准备下节课要用的东西，结果一回来就看到萧木拿着一张小椅子追着李浩打。”没等王红说完，李母就瞪着3白眼看向白洛西母女：“你就是萧木，竟然敢拿椅子打我们家浩浩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”萧木吓得脸色惨白，紧紧抱住白洛西的大腿。这位女士，现在事情还没搞清楚，麻烦你用词给我文明点。白洛西冷声说：“你算个什么东西，竟然敢教训我！你们家这小杂种打了我儿子，我骂他，那也是他活该。”白洛西气得浑身颤抖，王红急忙站了出来：“好了好了，木木妈、浩浩妈，你们都冷静点。”冷静？你告诉我怎么冷静？现在被打的是我儿子，又不是你儿子。李母撸起袖子要上去跟白洛西干仗，王红拉住李母，转头对白洛西说：“木木妈，既然这件事是木木有错在先，你就让木木给浩浩道个歉，这件事就过去了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我看不怎么样。我的女儿我了解，她肯定不会无缘无故打人的。木木，你告诉妈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萧木咬住嘴唇，恨恨地看着李浩。妈妈，我们走吧，我想回家。一个小女孩突然冲出来解释。老师，我知道木木为什么要打他，就拿起椅子打了他。萧峰心如刀割，猛地抬头看向王红。王老师，这就是你说的，是我女儿有错在先。木木吗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。作为老师，班里的学生每天都被同学欺负，难道你都不知道？上次放学木木被人接走，你们不知道还打电话来找我。幸好是孩子他爸接走的，要是换成人贩子，你们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女子本弱为母则刚，白洛西一字一顿，无比愤怒。潘真发出一阵讥笑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你们就是浩浩口中那个妈死了爸，孩子也没爸的母女俩。呵呵，我儿子说的不对吗？他可不就是个没爹的孩子。既然没错，现在让你女儿给我儿子道歉，有问题吗？不知道从哪找了个小白脸，就要给闺女当爹，难怪能养出这么没教养的女儿。萧峰握住白洛西的手，给了她一个温柔的眼神，将怀里的女儿放到白洛西怀里。木木，保护好妈妈，爸爸去打坏人。萧木乖巧点头。萧峰转身的瞬间，表情变得无比阴冷。他冷冷扫了潘真母子一眼，强大的压迫感让他们吓得往孩子他爹身后躲了躲。长得跟头猪一样，还真把自己当天蓬元帅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如果说我辱骂你有什么罪的话，那你老婆儿子现在早就该被砍头了。萧峰的话语凌厉霸道，潘真母子忍不住打起哆嗦。妈妈，我不想被砍头，我怕。李浩哇哇大哭，萧木扑哧笑出声，趴在白洛西耳边小声说：妈妈，他真像个傻子，不过爸爸看起来这么温柔，怎么能把人吓哭呢？你敢骂我是毒妇，还敢骂我儿子是小崽种？潘真歇斯底里的咆哮。李富贵，你他妈是干什么吃的？李富贵撸起袖子就要往萧峰冲去。教室外面，前来查看的老师急忙跑出去。园长，大事不好了！教室里有2个家长因为孩子起了冲突，就快要打起来了。曹明表情难看，快步朝教室走去。与此同时，一辆黑色红旗轿车缓缓驶来，招商负责人汪汉带着儿子从后座出来。曹明迎上去拍马屁。汪汉想给儿子考察幼儿园，却听到教室里传来女人的叫骂声。曹明脸都绿了，冲身边的老师使了个眼色。汪汉透过教室窗户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激动地对孙老师说：快带我进去看看。教室内，李富贵咬牙切齿：小子，今天我不弄死你，我就不姓李。我打你要蹲牢房，你打我就不怕进局子？怕！实话告诉你，我就算把你打成残废，也半点事没有。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背景。李富贵抡起拳头冲上去，萧峰攥紧拳头，完全不亚于职业选手的实力。曹明赶来，急忙拉架。汪汉看到萧峰后，整张脸变得抽搐起来。滚开！他一把推开曹明，怒气冲冲朝李富贵跑去。主任，你怎么来了？李富贵喜出望外。主任，不用劳烦您动手，我能行。汪汉直接一个巴掌扇在他脸上。李富贵捂着脸难以置信。汪主任，您打我干什么？汪汉一路小跑到萧峰面前，点头哈腰。萧总，对不住，实在是对不住。他是你单位的人。萧峰面无表情地看着汪汉，看得汪汉冷汗狂飙。是，那个，萧总，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惹到您了？我代他向您道歉。你代他道歉？毕业5年，我独自在国外打拼，而我的女人孤身一人抚养了我的女儿5年。可是他的儿子每天都在幼儿园骂我的女儿是个没爹的野孩子，还不让别的小朋友陪他玩。这个歉你道得起吗？汪汉头皮都要炸了，咬牙切齿地回头看李富贵。而且就在今天，我女儿不堪其辱，拿椅子打了他儿子，然后这2个不要脸的东西就骂我女人贱，还骂我是吃软饭的小白脸。所以汪主任，我再问你一遍，这个歉你道得起吗？一字一句宛如惊雷，汪汉吓得差点没跪下来。白洛西听到萧峰这话，抱着萧木的手忍不住颤抖。他说：我是他的女人。萧峰的手机响起，方志华发来一份文件，文件名就叫李富贵的犯罪资料。汪汉，我这里有一份文件，上面记录了某位下属贪赃枉法、收受贿赂的全部罪证。你看，现在是你拿去交给周老，还是我自己去？汪汉吓得连忙摆手：不用，我去就行。萧总，您消消气。李富贵彻底慌了。汪主任，我错了。现在知道错，晚了。你就等着警局的人找你喝茶吧。李富贵双腿一软，瘫坐在地上，反手就给潘真一个耳光。都怪你这个蠢货！这下好了，你要成为没老公的寡妇，儿子要成没爹的野种了。潘真难以接受，将怒火对准李浩。你这个小王八犊子，都怪你，让你欺负同学，让你欺负同学。李浩再度嚎啕大哭，萧峰丝毫没有半点心疼。在他羞辱萧木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？萧峰走到白洛西面前，将萧木从他怀里抱下来，牵起2人的手。
我们走吧。一个被萧峰牵着，一个被萧峰抱着，母女两人都感觉到了满满的安全感。木木，现在开心了吗？木木开心啦。三人即将离开之际，萧峰头也不回地说：“这个老师工作态度不行，对我女儿极不负责。不过跟我们也没关系了，等下我就会让人过来办理转学。”萧峰离开后，汪汉擦了擦额头的冷汗，还好对方并没有迁怒自己。曹明追出来：“汪主任，您留步，请问贵公子还要在我们这里就读吗？”你还好意思问我这种话？在你这读书，我怕我儿子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你们这庙太大，连萧总女儿都容不下，我们这种小虾米来不起。汪汉拉着儿子扬长而去。曹明回到教室，指着王红怒骂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已经被开除了，现在马上给我收拾东西滚蛋！”又指着潘真三人：“保安，把他们几个全给我扔出去！”宝马七系车内，白洛西忍不住扭头看了眼萧峰，他认识汪汉江城市招商主任。很多商业大佬为了见他一面，不知要花费多少心血。可他面对萧峰，竟然无比恭敬，甚至有点巴结的意味。萧峰到底是什么身份？爸爸，你刚才好帅呀！萧木用脑袋蹭萧峰的下巴，萧峰摸着他的脑袋笑了笑。多亏你了。白洛西眼眸微动，应该怪我才是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木木也不会受到这样的委屈。不是的，才不怪爸爸呢。木木不委屈，只要爸爸回来了就好。萧木紧紧抱住萧峰的脖子。傍晚6点，郊区别墅，萧峰跟白洛西母女一同回到家。白洛西打开鞋柜，拿出一双女士拖鞋，放到萧峰脚边。家里只有女鞋，委屈你将就穿一下吧。萧峰43码的大脚踩在白洛西35码的粉色拖鞋上，画面有些滑稽。妈妈，你在笑什么呢？萧木跑过来，看到萧峰踩白洛西拖鞋搞怪的样子，咯咯笑。哈哈哈，爸爸，你为什么要穿妈妈的拖鞋啊？谁让妈妈脚这么小，爸爸脚这么大呢？爸爸，我有办法。萧木从客厅拿出胶带，又从鞋柜拿出一双拖鞋，在萧峰脚后跟将2双拖鞋粘在一起。别墅内传来2道更大的笑声，萧木捧腹大笑，白洛西也捂着嘴巴笑弯了腰。太阳下山，夜幕降临，萧木肚子咕咕叫。爸爸妈妈，我们今晚吃什么呀？妈妈去做饭。好诶，好久没吃到妈妈做的饭了。萧木蹦跶起来鼓掌。白洛西穿上围裙，将头发扎起来，活脱脱一副性感厨娘模样，饱满的胸部格外养眼。爸爸，你有口福了哦，妈妈做的饭超级好吃。萧木趴在沙发上凑到萧峰跟前，萧峰捏了捏萧木脸蛋，站起来。爸爸去看看妈妈，要不要帮忙？厨房里，白洛西正洗菜切菜，看到萧峰过来，脸上闪过一抹绯红。不用。长时间没运动，弯腰切东西，后背隐隐作痛。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没事，就是长时间没运动，突然弯腰切东西有些不适应，这都是老毛病了。一个20多岁的女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毛病？肯定是为了生木木加上5年长期劳累导致的。萧峰拿下他手里的刀，抓住他的手腕往客厅带。跟我来。白洛西跟着来到沙发前，趴下。白洛西俏脸微红，还是乖乖趴在沙发上。爸爸，是妈妈做什么错事了吗？你要打她的屁股。萧峰笑了笑，你这脑袋瓜子整天都在想什么呢？爸爸怎么可能舍得打妈妈呢？是妈妈腰不舒服，爸爸帮妈妈按摩一下。萧峰坐到沙发边上，帮白洛西按摩后背。手一落下，白洛西身体猛地一颤，好似被电流击中一般。她把脸埋在沙发上，无比娇羞。伴随着脊背上传来一阵舒适感，后背的疼痛慢慢缓解。我之前也经常腰疼，后来认识了一位老中医，按摩手法很高超，每次都能让我缓解不少。久病成医，我也就跟着学了一下。萧峰一边按摩一边说，不过虽然按摩能够缓解，但想要彻底根治，还是需要坚持锻炼。要不这样吧，以后每天下午我接完木木之后，就来陪你锻炼1个小时。白洛西心头微颤，甜蜜的感觉在心间蔓延，乖巧点头。爸爸，我可以参加吗？萧木高高举起右手。当然可以。萧峰的声音响起，他和白洛西2人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甜蜜的笑容。白洛西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萧木看到这一幕，露出人小鬼大的淫女笑。萧峰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萧木赶忙用双手捂嘴巴。半个多小时后，白洛西苏醒，后背还传来一阵舒服的按压感，他急忙起身。萧峰，不用按了，我好多了，我去做饭。他刚走2步就被萧峰拉住手腕。你刚好一点，还是我来吧，别把自己搞累了。萧峰不由分说地走进厨房，萧木很有眼力见地抱住白洛西的胳膊。妈妈，快来陪木木看电视。电视里放着萧木最爱看的小猪佩奇，小丫头看得入神。白洛西的目光却担心地朝厨房看去，她怕萧峰不会做饭把自己搞伤了。一股饭菜的香味飘来，萧峰端着2个盘子走出来。开饭了。萧木从沙发上跳下来，跑到餐桌前。哇塞，看起来好好吃啊！烫，宝贝，用筷子吃。小丫头夹起一颗肉丸往嘴里塞，瞬间瞪圆眼睛。妈妈，你快点来吃，爸爸做的菜好好吃啊！萧峰又端了几盘菜和1碗汤出来，白洛西夹起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。太好吃了。
经营着不小的公司，会按摩还会做饭，长得帅，身材还这么好。5年前自己遇到的这个男人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吃完饭，萧木拍了拍鼓鼓的肚子，从椅子上蹦了下来。吃得好饱呀，爸爸，你做的饭真是太好吃了。木木感觉自己又恢复了能量，跑个10圈都没问题。吃饱了就去客厅坐一会儿，不要剧烈运动，这样对胃不好。萧峰手机响起，他看了一眼，冲白洛西问道：“洛西，木木接下来去哪儿读幼儿园？你有什么打算吗？”白洛西忧愁的摇头，在江城想让孩子上一所好的幼儿园并不容易，即便有钱人没有背景也很难。白洛西表情愧疚自责，要不是因为自己没本事，萧木也不用去海星幼儿园读书。要是你还没有安排的话，我这边让人挑选了几所还不错的幼儿园，你看看哪个最好。萧峰将手机递过去，白洛西一看，眼睛顿时瞪大，全部是江城数1数2的顶级幼儿园，尤其是伊顿国际贵族幼儿园，是江城最好的幼儿园，没有之一。无数达官显贵想尽各种办法都要把孩子送进去，想去那里上学并不容易。萧峰握住他的手，你不用自责，你已经给到木木最好的了，你只要告诉我哪家幼儿园最好，其他的交给我就好。两人走到客厅，萧峰抱起萧木说道：“木木，你还想去幼儿园吗？”当然想去了。哎呦，爸爸，你不用担心了，木木才不会因为一个傻子而讨厌去幼儿园呢。他伸出小手摸了摸萧峰的脑袋，萧峰和白洛西对视一眼，都笑出声来。回到帝豪大酒店，萧峰第一时间叫来方志华安排萧木转学。伊顿国际幼儿园竟然是成峰集团旗下公司控股的，事情简单多了。方志华在平板上记录成紧急事项，只要是涉及萧木母女的事情，他都会视为重中之重的要事。伊顿国际幼儿园全欧式建筑设计，高耸的教室围墙，洁净的玻璃，金色的栏杆，无一不彰显高贵与奢华。能在这里当老师，最低都要名牌大学硕士起步。幼儿园门口停满了各式各样的豪车，一辆宝马七系前面，高大帅气的男子牵着可爱的小女孩走出来。木木，这里就是你的新幼儿园了，我们先进去看看，要是喜欢的话，就在这里读书。要是不喜欢，咱们再换别的幼儿园。好。白洛西站在父女二人身后，表情有些担心。能来这里读书的家庭资产最少都要5000万，他之前连第1轮面试都没过。幼儿园园长蒋兰看到萧峰3人后，急忙迈着步子跑过来。萧总、萧夫人，您好，我是伊顿幼儿园的园长，我叫蒋兰。态度无比恭敬，跟汪汉滑雪度假村经理的态度完全一模一样。白洛西顿时愣住了，伊顿幼儿园的园长也认识萧峰。都安排好了吗？萧峰淡淡扫了眼蒋兰。萧总，都安排好了。我在此代表伊顿幼儿园全体师生，欢迎小萧总的到来。蒋兰鞠躬做出指引手势，一旁的保安们看得纷纷愣住。他们当了10几年保安，从没见过蒋兰对谁这么卑躬屈膝，纷纷在心里默默记下萧峰3人的长相。蒋兰带着萧峰3人参观讲解，老师们也纷纷留了个心眼，将萧木记在心中。萧总，以上便是我们伊顿的配套设施，教师阵容也很强大，全部都是重点大学硕士毕业，职业态度非常敬业。白洛西愣了一下，不愧是江城首屈一指的幼儿园。萧峰低头看向萧木，木木，你喜欢这里吗？喜欢。蒋园长，那麻烦你帮我女儿安排个班级吧。不麻烦，不麻烦，请跟我来。蒋兰带着3人来到一间教室门前。张婉老师，麻烦你出来一下。张婉是个刚毕业的年轻女生，长相温婉，平时对待孩子很温柔。她走出来看向萧峰怀里的萧木。小朋友你好呀，以后你就跟老师在一个教室了。老师叫张婉，你可以叫我张老师。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张老师你好，我叫萧木。真乖。萧木爸爸，你先把小朋友放下来，我给他安排一个座位吧。蒋兰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，见萧峰蹲下来将萧木放下，并没有不爽的样子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去吧，爸爸妈妈在外面等你，你进去看看张老师的班级怎么样，等你确定喜欢，爸爸妈妈再走。小朋友，大家安静一下，今天我们班上又迎来了一位新朋友，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好不好？一阵响亮的鼓掌声响起，萧木自我介绍后坐在中间位置，周围几个小朋友纷纷给他送来礼物。萧木满脸笑容，几分钟就收获了一堆朋友。站在教室外面，萧峰和白洛西对视一眼，脸上露出笑容。车内助理叶青在开车，萧峰跟白洛西一左一右坐在后座上。少了萧木，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。叶青感觉自己特别像一个电灯泡。我们去吃饭吧。白洛西犹豫了一下，点头。好，我们去哪吃？车子漫无目的的开着，不知不觉到了萧峰老家附近。这里离华安路不远，我们先去华安路看看吧。萧峰看着窗外熟悉的街景，叶青急忙调转车头，两人下车并肩而行。萧峰穿着定制款休闲装，俊朗脸庞配上深邃坚毅的眼神。白洛西穿着黑色针织衫包裹饱满，下身紧身牛仔裤曲线优美撩人。来到华安路，看着熟悉的景象，萧峰脑海中涌现出曾经的点点滴滴。这里你很熟悉吗？我家以前的老房子就在这里，我从小在这里长大，但父母破产后就把这里卖了，而我也落魄的逃离了江城去国外发展。等我把这里买回来，再带你进去看看。我记得这附近有家很好吃的饭店，当年读书的时候我经常会去，就是不知道还在不在。
萧峰脸上的笑容释然洒脱，落在白洛西眼里却是那样的忧愁和孤独。他突然觉得跟萧峰比起来，自己好像也不太惨。华安食府饭店不大，但无比整洁，陈设有些老旧，但收拾得非常干净。想不到还在，这下有口福了。咱们进去吧。老板，今天营业吗？萧峰冲着厨房吆喝。营业，营业。厨房里传来沙哑的声音，双鬓发白的中年男子走出来，看到萧峰后，整个人一惊。你是小峰吧？陈叔，好久不见。小峰，你真的是小峰？陈叔转头跑进厨房大喊：“老婆子，你快出来，小峰回来了！”中年妇女急忙跑出来：“我的老天爷啊，真是小峰！这些年你跑哪儿去了？”这几年我都在国外，前不久刚回来。赵婶心疼地叹了口气：“没事，回来就好。”陈叔，赵婶，还是给我来老样子，再加1份糖醋鱼，1份米饭。好，小峰，你快坐。对了，这位姑娘是？这是白洛西，我孩子他妈小西。这是陈叔赵婶。白洛西羞涩地打招呼：“陈叔赵婶，你孩子他妈，想不到5年不见，你竟然连孩子都有了。”陈叔拍了拍赵婶的手，示意她别多嘴，两人回厨房忙活。饭菜上齐后，萧峰夹起一块排骨放进嘴里。跟以前一样，还是那么好吃。对了，陈叔赵婶，你们店最近生意怎么样？不太好，不过市里有规划，要把这里改成商业街，以后我们这些店铺全部都要拆迁。到时候拿了拆迁款，我们就给孩子买套房，专心给他们带孩子。那挺好。萧峰笑着点头。好了，我们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吃饭了，咱们加个微信，以后这店不开了。但如果你有什么想吃的，给叔发个消息，叔立马做好给你送过去。萧峰笑着拿出手机，将两人的微信加上。陈叔赵婶并不知道，他们这么随意加上的微信，却是无数江城富商梦寐以求都想要获得的。吃完饭，萧峰告别陈叔赵婶，带着白洛西离开饭店。你等下有事吗？白洛西抢先一步问道。没，你有事吗？我等下的去疗养院一趟。5年前我爸去世，我妈成了植物人，每周这个时候我都要去看看她。你可以先去忙，晚点我们再一起过去接木木。没事，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伯母。白洛西咬着嘴唇犹豫片刻，点了点头。两人来到疗养院，中年护工看到白洛西打招呼：“白小姐，您来了。”阿姨，我妈怎么样了？还是老样子，不过今天早上我已经给她换过药了。白洛西带着萧峰朝母亲房间走去，护工脸上闪过一抹诧异。照顾白母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白洛西带别人过来，还是一个男人。房间内，雍容华贵的妇人闭着眼睛躺在床上，眉宇间依旧能看出不俗的气质。白洛西坐在床边，握住母亲的手，轻轻抚摸着。阿姨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？5年前父亲去世，而我未婚先孕，给她带来了太多的打击，但她依旧咬牙坚持着。最后公司破产，她再也坚持不下去，突发脑溢血。萧峰眉头皱起，自己亏欠白洛西的比想象中的还要多得多。妈，我来了。白洛西擦掉眼角的泪珠，紧紧握住母亲的手。妈，5年了，木木都已经4岁了，您还不肯睁开眼看看我们吗？妈，你不是一直问我孩子他爸到底是谁吗？现在他来了，他叫萧峰，是我的同学。白洛西说着开始哽咽。阿姨，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。萧峰声音低沉，白洛西娇躯一震，红了眼眶。他不怪萧峰，以前不怪，现在也不怪。这不怪你，那时候你并不知道木木的存在。白洛西太懂事了，跟萧木一样，懂事的让人心疼。房间内陷入沉寂，白洛西开始给母亲按摩，这是她每周来必做的事情。阿姨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有查出是什么导致植物人的吗？萧峰打破沉默。医生说是因为脑溢血导致脑部损伤造成的。其实我妈的病想要治疗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但世界上能完成这个手术的人，只有国际知名脑科医生艾伦迪卡。我之前也找过他，但是对方助手告诉我，艾伦迪卡在进行科研活动，没时间给别人看病，给再多钱也没用。白洛西脸上露出苦涩的笑容和深深的自责。萧峰拍了拍她纤细的肩膀：“别难过，这件事交给我，好吗？先把阿姨接去圣安疗养院吧，在那儿进行全面检查。等检查结果出来，我们再看看要不要给阿姨做手术，那边也能让阿姨得到更好的照顾。”圣安疗养院，我没听说过这个地方。这是江城一家私人疗养院，设备很齐全，护工都是专业的医生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圣安疗养院的人很快就会开车过来接阿姨。你把东西收拾一下，后面的事情交给我来处理。没过多久，圣安疗养院的车到了，几名专业护士将白母带上保姆车，来到江城郊外的大型私人疗养院。白洛西吃了一惊，这里简直像中世纪的欧洲城堡，极尽奢华。病房内的医疗设备，哪怕是江城最顶级的3甲医院也无法比拟。萧夫人，我们是圣安医药器械集团旗下的疗养院，所以医疗设备比较齐全。
保姆车司机解释了一句：“圣安医药集团放眼全球，在医疗器械方面都是名列前茅的存在。”护士们推着白姆来到疗养院最顶楼的病房，有一扇巨大的落地窗，可以看到外面翠绿的景色。护士长给白姆检查完，走到萧峰几人面前：“院长，已经检查过了，病人各项数据基本正常。”白洛西一愣：“谁是院长？”“你们下去吧。”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，转头一看，竟然是那名保姆车司机，他是院长。护士们离去后，病房里只剩萧峰、白洛西和院长严泰。萧总、萧夫人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们圣安疗养院可以说是全国最顶尖的疗养院，你们把令堂放在我们这，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。那就多谢严院长了。萧总，您太客气了，能为您和您的家人服务，那是我的荣幸。严泰走后，白洛西看向萧峰：“我知道这家疗养院也有你的股份，对吗？”萧峰笑了笑，不置可否。不仅是这家疗养院，就连他背后的整个圣安医药集团，他都有不少股份。离开疗养院后，两人坐车朝幼儿园驶去。路上，萧峰将白姆的检查报告发送给方志华，让他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能给白姆做手术且成功率最高的人士。幼儿园门口大排长龙，萧木上车后趴在萧峰怀里，白洛西则转过头看着窗外。爸爸妈妈，你们这是牵手成功了吗？萧木眨巴着大眼睛，歪着脑袋问。白洛西俏脸一红，松开握住萧峰的手。萧峰笑着摸了摸小丫头的脑袋。回家的路上，萧峰买了一些菜，给母女俩做了3菜1汤。吃完饭，萧木再度靠在沙发上，拍了拍鼓起的肚皮。这次白洛西也吃撑了。萧峰见状，脸上笑意盎然。吃完饭，陪萧木看了会儿动画片。萧峰在小丫头不舍的目光中离开了别墅。他走后，萧木坐回沙发，认真看向白洛西。妈妈，你什么时候才能跟爸爸一起睡觉啊？你胡说什么呢？白洛西俏脸一红，捏了捏他的脸蛋。萧木不解，可是班上同学的爸爸妈妈都是一起睡的。白洛西心里微涩，耐心道：“等你长大就知道了。”可是……好了，早点休息，你明天还要上学呢。白洛西打断了他。那好吧。萧木嘟着嘴回了卧室，看着女儿的背影，白洛西忍不住想起刚才的问题，脸颊越发烫，耳根都红了。这时敲门声响起，他透过猫眼看到是赵梦，便开了门。梦姐，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？我还不是担心你，昨天话没说完你就走了，消息也不回。赵梦说着，忽然顿住。不对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白洛西摸了摸发烫的脸，随口道：“可能是热的。”赵梦没多想，走进屋念道：“暖气是足。”呸，跑题了。木木昨天幼儿园的事怎么样了？已经没事了。没事了？木木转学了。赵梦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。干嘛转学？不是他被欺负吗？凭什么他走？你就是太好欺负，要是我在非教训那小孩不可。他说着撸起袖子，一副要打架的模样。白洛西连忙拉住他：“放心，木木没有被欺负，是因为那家幼儿园不负责任。”赵梦松了口气。转去哪家了？下次有事我好直接过去。伊顿。赵梦一口水直接喷了出来。你没开玩笑？当初你费那么大劲都没进得了。白洛西刚想解释，萧木拿着手机从卧室跑了出来。妈妈，赵阿姨也在呀。赵梦蹲下身摸了摸他的头。白洛西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我给爸爸打电话了，他说明天带我去迪士尼，问妈妈有空吗？有空就买3张票。木木想去吗？想去。那妈妈就有空。白洛西笑着理了理他的头发。好，我去告诉爸爸。萧木立刻跑回了卧室，留下赵梦震惊地看向白洛西。你之前不是说怕了就不爱了？熬了这么多年，怎么还赌？白洛西笑容明媚，因为他值得。赵梦愣了许久，无奈叹气。跟他说买4张票，我也去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把你迷成这样。要是渣男，我直接收拾他。正说着，赵梦手机响了。听完后，他攥紧拳头，让他等着，我现在过去。他起身对白洛西道：“票不用买了，杂志社出事了。在我没见过他之前，你别跟他发展太快。”说完便拿起包匆匆离开。白洛西无奈一笑，这才想起还没告诉赵梦，帮木木转进伊顿的人正是萧峰。第二天上午9点，萧峰和白洛西带着萧木来到迪士尼，门口排着长队。萧木皱起眉：“好多人，要不改天再来吧？”不用，我们走这边。萧峰抱起萧木，牵着白洛西穿过人群，直接从 VIP 通道入园。排队的游客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，议论着这一家人气质不凡。进园后，萧木兴奋不已，连连惊叹。萧峰带他来到项目指示牌前，让他选想玩的。萧木凑过去看了几秒，一本正经道：“爸爸，我还不认识字。”萧峰和白洛西忍不住笑出声，萧木立刻撅起嘴装生气。萧峰连忙柔声哄他，还夸他聪明。小丫头瞬间喜笑颜开，让爸爸念出项目名称。听完后，萧木首选了奇幻童话城堡，一路兴奋地打卡各种场景，乐园里满是他的笑声。傍晚时分，母女俩玩累了，坐下休息，翻看起照片。萧峰不在乎价格，每个景点都拍了许多，照片全部传到了他手机里。萧木一张张翻看，不停夸赞爸爸妈妈好看。
还说这等于夸自己。两人无奈又觉得好笑。萧峰准备把照片发给白洛西，才发现两人还没加微信，顺势互加了好友。天色渐暗，夜空突然绽放起烟花，萧木兴奋地大叫。萧峰叫来工作人员，想拍一张合照。三人靠近站好，萧峰与白洛西紧紧挨着，快门按下，定格下这温馨的一幕。离开迪士尼时已经很晚，萧峰返回帝豪大酒店，看着手机里的合照，嘴角扬起笑意，直接把微信头像换成了这张全家福。这时方志华发来消息，华安路28号的屋主同意见面了。他看到萧峰换了头像，十分震惊。5年未曾变动的头像，如今竟是一家3口的合照。萧峰回复后又问：白氏集团情况如何？80%项目停摆，全靠股东垫资。通知他们，我们放弃注资。好的，老板。儿童换上了同一张头像。白氏集团内，金大山坐在董事长椅上，做着挽救公司、取而代之的美梦。一通电话突然打断了他。金总，投资方刚来电了。金大山大喜，着急地说：什么时候打款？对方说白氏集团不符合战略，之前的投资作废。金大山猛地起身怒骂：说作废就作废，还有没有契约精神？员工冷声回怼：合同根本没签，谈什么契约？金大山怒火中烧，勒令员工立刻联系对方重谈，条件都可以商量。话没说完，电话那头便传来怒骂：老子不干了，这破公司早晚倒闭，你们这群缩头乌龟，要不是看在白总面子，投资方根本不会理你们，工资我也不要了，留着给你们买棺材。电话被狠狠挂断，金大山气得脸色铁青，捂着胸口浑身发抖。冷静下来后，他意识到员工说的没错，投资方本就是冲着白洛西来的，想再找新投资方，以白氏集团如今的处境，根本是天方夜谭。白氏集团彻底完了，作为股东，公司一旦破产，他必将背负巨额债务。几天前他刚倾尽积蓄垫付项目资金，如今不仅血本无归，还可能面临牢狱之灾。金大山瘫坐下来，脸色惨白，冷汗直流。慌乱中，他看到一通陌生的股份收购来电，急忙回拨，却只听到关机提示。他只能自我安慰，等第二天一早再打。第二天清晨7点，萧峰准时起床，江城气温骤降，而金大山的心更是如坠冰窟。昨晚萧峰故意开启飞行模式，并告知白洛西有事微信联系。他料定撤资消息一出，白氏股东定会疯狂来电，关机就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关闭飞行模式后，上百条未接来电涌入，其中一个号码正是白氏第2大股东金大山。萧峰笑着接起电话，在办公室守了一夜的金大山终于等到接通，喜极而泣，语气卑微至极：您好，我是金大山，您之前说要收购我的股份，我同意了。金总啊，找我有事吗？萧峰语气淡漠，带着几分嘲弄。金大山讪讪开口：您之前说190万收购我的股份，我现在愿意卖，什么时候签合同？萧峰嗤笑道：你忘了上次说的，现在再收可不是这个价了。金大山咬牙：150万，不能再少。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？现在是你求我，不是我求你。白氏集团只剩一堆债务，再不脱手你就等着坐牢。我只出19万。你说什么？19万？金大山瞬间炸毛。我为公司砸了几百万，你这是开玩笑？萧峰不以为意，语气平静地说：那就当是玩笑，反正着急的是你，这烫手山芋没人敢接。说完，萧峰直接挂断电话。金大山瞬间慌了，比起坐牢19万，好歹能全身而退。他狠狠扇了自己2巴掌，后悔当初没有趁早出手，颤抖着再次拨通电话。价格还能提吗？不能。金大山沉默片刻，咬牙答应。好，19万就19万。萧峰走到窗前，冷声道：19万是刚才的价。金大山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屈辱感直冲头顶，却不敢发作。你到底想怎样？我可以19万收你的股份，但你要帮我收购其他所有股东的股份，越多越好。行。金大山毫不犹豫答应，只要能脱身，他什么都愿意做。另一边，白氏集团骂走金大山的员工张伟，并未将撤资消息告诉其他人。会议室里除白洛西外的股东悉数到场，包括刚办完继承手续的胡秋红。众人以为金大山带来了投资好消息，准备趁机罢免白洛西。林虎威端着保温杯开口：金总，人齐了，可以开始了。胡秋红刻薄道：白洛西那女人还没来呢。杨涛看了眼手表，嘲讽道：都9点半了，怕是跟小白脸玩忘了正事。众人哄堂大笑，唯有金大山脸色阴沉如水，他敲桌打断众人：安静！今天不是为了罢免白洛西。众人一愣，杨涛追问：难道是投资方打款了？林虎威也附和：那也应当先罢免白洛西，再分资金才对。金大山厉声怒斥：你们这群蠢货！资方不仅没打钱，还直接终止合作了。什么？众人瞬间傻眼。林虎威猛地起身，碰倒了保温杯，枸杞水洒了一地。金总，你没开玩笑，资方撤资了，你之前不是说资金稳了，还让我们掏钱补漏洞吗？股东们瞬间炸了锅，拍着桌子怒骂，有人哭诉棺材本，女儿留学费、嫁妆钱全都打了水漂。最慌乱的是胡秋红，
5年前，他被白飞捉奸在床，签了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，还没公证，白飞就意外去世。他一直隐瞒协议，靠着遗孀身份享受好处。本想在破产时用协议撇清债务，可他已经正式继承股份，成了合法持有人，债务再也躲不掉。胡秋红双腿一软，险些栽倒。林虎威脸色惨白，咬牙质问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给我们说清楚！”胡秋红更是直接发疯，冲上去对着金大山又抓又挠。金大山被挠得头破血流，忍无可忍，反手一巴掌甩了过去。会议室瞬间安静。金大山擦了擦血，点起烟，冷声道：“我比你们投的更多，比谁都急，但现在骂也没用。好在我找到破局的办法了，找到新投资方了。”金大山摇头，语气不善：“现在没人敢投白氏，唯一的办法是卖股份。”开什么玩笑？谁会买一堆债务？有人收。金大山抬声道：“我19%的股份，对方只出19万。”众人再次哗然。1万1股？你疯了！金大山面无表情。能脱身就不错了，再不卖出去，等公司破产，你们要背上几倍的债务，就等着坐牢吧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满心不甘，却又无力反驳。杨涛不信邪，追问道：“你卖了？”金大山直接拿出股权转让协议，来之前就签了，不信自己看。众人看着合同，虽心有不甘，最终还是咬牙同意卖掉股份。什么时候签合同？胡秋红着急地问。我只给你们联系方式，别的我不管。金大山的语气平淡，股东们立刻准备离开公司将亡，也顾不上体面。都等一下！金大山叫住众人。我们跟白洛西斗了5年，就这么输了，我不服。投资方撤资这件事，谁都不许说。等他最后发现无力回天，也算给他个教训。众人纷纷点头同意。金大山嘴角勾起一抹阴狠。离开后，林虎威拨通号码却呼叫失败，一看竟是之前联系过他的收购方。当初对方开价10万一股，如今只剩1万，他悔得肠子都青了。其他股东也陆续发现了同样的事，个个悔恨不已。白洛西对公司的巨变一无所知，正坐在梳妆台前化妆。父亲去世，意外怀孕后，她5年几乎不施粉黛，可天生丽质，素颜依旧出众。刚化好妆，萧木捧着水杯跑出来，眼睛一亮：“哇，妈妈今天好漂亮啊！”白洛西笑着摸了摸她的头。萧木抱着她的腿，一本正经道：“妈妈打扮这么好看，是要跟爸爸约会吧？我就不跟着当电动炮了。”白洛西又好气又好笑。这时，一辆白色林肯加长驶入别墅区。叶青休假，萧峰便让方志华安排了自己的车。在方志华操作下，车辆可以随意进出这片管控严格的别墅区。萧峰按下门铃，门一开，他眼前一亮。白洛西身着棕色风衣，丝袜衬得双腿修长，腰肢纤细，妆容精致，冷艳又性感。萧峰一时失神，白洛西被他看得脸颊发烫，微微低下头。萧木捂着嘴偷偷笑了。萧峰上前抱起萧木，带着白洛西出门。看到门口的林肯车，白洛西并不意外萧峰的身家，只是好奇他是怎么把车开进来的。不过他没有多问。